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升学路线做长远打算，有一句话请先记住：海外身份这件事，越早安排，孩子手里的选择就越多。很多家长以为身份一拿到就能用，其实从申请到真正可用，往往需要数年。等孩子临近升学才开始办，常常已经错过了最从容的窗口。这条视频就从一个跨境家庭的真实视角，把海外身份规划的时机、路径、门槛和误区一次讲清楚。先说为什么要趁早。时间是身份规划里最稀缺的资源，多数海外身份背后都连着居住时长、税务身份、子女年龄一系列条件，而这些几乎都需要时间慢慢累积。举个例子，孩子今年读初二，家长希望未来走华侨生联考。这条路对孩子的境外居留或国籍以及实际居住时间都有要求。现在开始时间相对充裕，等到高二才动手，很多以居住时长为前提的条件就来不及满足了。而且早一步拿到身份，并不等于必须马上移居或放弃什么，而是先把选项握在手里。将来走华侨生联考，申请海外本科，还是继续国内体系，可以再定。接下来说华侨生联考，全称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考试，是很多家庭盯着的目标，但它有明确的资格门槛，必须如实理解，不能想当然。通常要满足2类条件之一，取得驻在国的长期或永久居留权，并在规定年限内境外实际居住满一定时间，或者取得外国国籍，同样要满足境外居住年限。具体约束和细则由主管部门按当年政策执行，请务必以报考当年的官方招生规定为准。这里有几个必须讲清的坑。第一，身份本身不等于资格。拿到护照或居留只是第一步，境外实际居住时长往往才是真正卡人的条件，而居住记录需要时间累积。第二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》，孩子一旦取得外国国籍，法律上即视为不再具有中国国籍，这会牵连户籍、国内升学路径、社保乃至继承安排，需要全家通盘考虑。第三，政策会变，报考细则历年有调整，规划时要留出缓冲，不能把全部计划压在一个固定数字上。正因为环环相扣，华侨生联考更应被理解为提前规划、保留选项，而不是保证结果的捷径。那海外身份规划有哪些常见路径？这里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答案。以土耳其为例，常见的有3条。第一条是土耳其投资入籍，也就是拿护照，适合希望尽快取得第3国国籍，为子女保留华侨生联考等选项的家庭。本文写作时，合规房产门槛约为40万美元，需经官方估值系统认定，放弃中国国籍的后果要先想清楚。第二条是土耳其居留许可，适合先长期合法居留，暂不变更国籍的家庭，靠续签逐年累积，断档会影响后续。第三条是先居留后入籍，分阶段推进，边走边看，更灵活但周期较长。土耳其护照受关注，除了为华侨生联考保留可能，还因为它是申请美国 E2 投资者签证的合格国籍之一，为部分家庭打开赴美经商、子女随行就读的思路。但 E2 有自己的条件，并非自动获批，没有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。再说时间线到底需要多久？这只能给区间，不能给承诺。决策与尽调阶段通常需要数周到数月，用来厘清家庭目标、预算和孩子升学时间表。申请办理阶段，投资入籍在材料齐备后周期相对较短，居留路径靠逐年续签累积，时间更长。而最被低估的是居住与资格累积，无论是华侨生联考看重的境外居住时长，还是身份维持要求，都要以年为单位累积。最后说几个容易被忽略的误区。第一，别以为拿到身份就万事大吉，身份只是入场券，
后续的居住记录、续签合规、税务申报都要持续维护，断档会让前面的努力打折扣。第二，别把国籍变更看得太轻，它牵动全家的户籍与升学路径。第三，别只听一个好听的数字，却不问背后的条件和风险。任何把结果说得板上钉钉的承诺，都值得您多一分警惕。跨境规划的复杂，在于它同时牵动中国和目的国两套规则。我们是一支常驻伊斯坦布尔、全程中文沟通的跨境顾问团队，会把每一步的成本、税费与风险如实写进中文里程碑报告，让您在信息充分下做决定。如果您正打算为孩子的海外教育提前布局身份，欢迎到主页了解更多，或预约一次中文咨询，我们一起把时间表和可选路径理清楚。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